这期视频我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名日本军人呢强闯中国的大使馆，还威胁大使馆的人员的生命安全。看视频的各位啊，你们呢会联想到什么事情呢？这可是发生在3月24日的真事啊！当我看到新闻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7.7事变。历史上日本人总有类似的手段来挑衅中国，但是不好意思啊，时代变了，很多人就有一种战略错觉啊，认为最近日本首相频频炒作的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甚至呢把防空导弹阵地硬生生的推到距离台湾仅有110公里的与那国岛。这是因为美日同盟现在是铁板一块啊，日本正在华盛顿的战略背书下完成国家的正常化，准备在西太平洋跟我们打一场势均力敌的高科技战争。这种观点和有这种观点的人呢，纯粹就是喝大了酒还没醒啊。现在的东亚怪物房已经是中国在操盘了。日本近期的种种极端的军事挑衅，根本就不是什么自身实力的强大和战略自信的膨胀，而是因为他的安保宗主国美国目前深陷中东泥潭，导致第一岛链呢出现了结构性的权力真空啊。日本的右翼集体狂躁啊，本质上这就是面对潜在的战略仪器产生的应激反应和地缘恐慌。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仁。我们呢先来说一下3月24日这个事儿啊。一名日本自卫队的人员非法闯入了中国大使馆，随后呢就被依法逮捕了。在现代外交的博弈中啊，一个军队的现役人员跑到拥有核打击能力的大国使馆去搞物理入侵，这在战术上就是毫无意义的自杀行为啊。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低级的失控呢？这是因为日本整个军政系统在右翼政客的煽动下，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焦虑与歇斯底里了。把时间线拉长啊，这种微观的战术失控呢，完全是有宏观政策自上而下传导的必然结果。自2025年11月高市早苗政权上台以来呢，日本政府直接在国会答辩里摊牌了，公然将台湾有事与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进行了法理绑定，暗示将使用集体自卫权进行武力介入。高市早苗甚至扬言啊，要在2026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3文件，并且加速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正式更名定位为有实力的组织乃至国防军。配合这些政治狂言的是极其激进的军备扩张参数。2026年的2月，高市早苗在众议院的选举中大获全胜。随即呢，日本政府正式敲定了2026年财年的预算案，其中防卫预算高达创纪录的 9.04 亿万亿日元，连续14年刷新历史记录。GDP 的占比呢急速跃升到了 2%。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2026年2月24日公开宣布啊，计划在2030年财年在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陆上自卫队的防空导弹，用于拦截来袭的战机以及导弹。同时呢，日本还加速推进西南诸岛的要塞化，将驻冲绳的第15旅团升格为师团，大幅扩充兵力，并大量的采购了攻击型无人机。甚至在海空力量上，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首次将美制 F-35B 隐身战斗机部署于新田园基地，计划搭载在完成航母化改装的出云级护卫舰上。这标志着日本自二战后首次实质性拥有了进攻性航母打击能力。表面上看，日本似乎在武装的牙齿准备在第一岛链重铸帝国荣光。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拉高一点建立一个全球的地缘博弈模型，你呢就会发现日本的战略其实脆得跟纸一样。在这场豪赌中，日本绝对是最大的输家和资源流失者。为什么日本急得跳脚？你看明白了美军的真实参数就明白了。美国在中东的威慑网络正在持续被放血面临着严重的战略过载。
根据最新的开源情报显示，美国目前深陷伊朗战争泥潭，这场高烈度的冲突中，美军的损失参数令人触目惊心啊！近20架战机受损或被毁，甚至连作为战略威慑底牌的 B-52轰炸机也频频发出紧急情况信号。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东地中海甚至遇到了长达30小时的大火据说是船员厌战而自己放的火。面对中东兵力捉襟见肘的窘境，五角大楼甚至在考虑抽调3000名空降兵驰援前线。当太平洋空军和第7舰队的资源不可避免地向波斯湾倾斜时，西太平洋拴狗链自然就松了，美国的战略重心被迫西移，这也导致第一岛链出现了结构性的权力真空。高市早苗政权就是看准了这个真空期企图用9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和一系列极右翼操作来完成日本的重新武装。但是这里呢有一个致命的逻辑漏洞，日本的重武装化完全建立在缺乏战略纵深和被切断基础供应链的沙滩上，他们试图用易碎的矛去挑战坚不可摧的盾。大家可以仔细推演一下小泉进次郎在与那国岛的导弹部署计划。与那国岛距离中国台湾仅110公里，距离中国大陆不到400公里。日本计划在这里部署03式中程防空导弹，并将射程从200公里提升到900至1000公里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塞进西南诸岛。在现代高科技局部战争中，一个缺乏机动空间、没有纵深掩护的固定岛屿，并不是什么不沉的航空母舰它仅仅是一个现代火箭炮和高超音速武器火控计算机里一个被提前锁定的死坐标。日本媒体自己都承认了，在2022年解放军的演习中，发射的导弹就已精确落入与那国岛附近80公里海域。这在军事上叫什么呢？这叫做主动给对方提供战术靶标，把高价值的防空和反舰资产堆砌在一个毫无纵深防御的孤岛上，在战争爆发的头5分钟内就会面临饱和式的物理清除。更致命的绞杀来自于经济战线，这才是大国博弈的无声惊雷。日本呢，将天量的防御预算砸给了三菱重工、川崎重工这些老牌的军工复合体，试图呢大批量生产导弹和无人机。但现代军工的制造本质是对全球供应链的深度整合作为对日本涉台挑衅和存亡危机的谬论的非对称反制，中国的商务部呢直接切断了底层命脉对日本实施了针对稀土、钨等关键矿物以及军民两用项目的出口管制。日本政府手里攥着9万亿日元的预算，想改造一下12式导弹，但猛然发现导弹引头里面的稀土永磁材料、发动机耐高温的涡轮叶片里的钨源头全被掐断了。中国呢没开一枪一弹直接从供应链的物理层面对日本军工复合体实施了釜底抽薪。脱离了中国基础原材料的供应链，这日本的战争机器还能挺几天呢？既然日本已经把战略投机推到了这种歇斯底里的地步中国如何在宏观大局上进行绝对的物理压制呢？我们根本就不用搞什么廉价的情绪宣泄我们直接看一看我们新的装备的数据最新的官方媒体就发布了055万吨驱逐舰的9号舰东莞舰和10号舰安庆舰已经正式入列东部战区了，并展开了首次的海上实战化训练。至此呢，中国海军10艘055大型驱逐舰已经全部官宣服役了。这可不仅是数量的增加，更是战略布局的彻底成型。此前呢，055主要集中在北部和南部战区如今东莞舰和安庆舰直接被分配到了直面台海和东海战区的海军中。这意味着中国3大战区海军全部实现了万吨级主力舰的均衡部署。最锋利的矛头已经死死抵住了第一岛链的咽喉055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达到了 1.34 万吨，采用了全燃联合动力的方式总功率高达112兆瓦。这种澎湃的动力储备不仅赋予了它超过30节的最大航速，更为未来上舰的高能定向武器预留了足够的电能冗余。
055还配备了双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这让055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广域感知和战场事态管理能力，能够作为航母战斗群乃至整个远洋机动编队的指挥中枢在信息处理和雷达集成能力上远超美国海军最新批次的阿利伯克型驱逐舰。另外，真正改变西太平洋博弈规则的是055深不可测的火力投射能力。全舰配备了112单元大尺寸通硬垂发发射系统，不仅载弹量惊人，更关键是它的热冷共架发射能力和发射井的庞大尺寸。这意味着它可以兼容海红旗9B 中远程防空导弹、鹰击18反舰导弹、长剑10对地巡航导弹等多种弹药。而在这套武器库中，最具颠覆性的，堪称战略定海神针的是鹰击21高超音速反舰弹道导弹。大家知道鹰击21的参数意味着什么吗？这是一款被定义为临近空间反舰弹道导弹的终极杀器它的巡航速度超过了6马赫，末端突防速度高达10马赫，最大射程超过了1500公里。导弹在临近空间进行滑翔机动飞行，这种难以预测的弹道轨迹和10倍音速的恐怖动能，目前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现役的舰载防空系统能够进行有效拦截。各位可以想一下这个战区几何画面，当东莞舰和安庆舰在东海和台海周边海域进行编队机动时，他们的鹰击21打击半径不仅完全覆盖了整个台湾岛，更是将冲绳、宫古、石垣、与那国岛等日本苦心经营的所谓西南诸岛防卫线，甚至连美国的关岛基地全部纳入无死角不可拦截的火力压制范围。在现代海战发现即摧毁的法则下，055驱逐舰在大型空中预警平台的支撑下，具备了先发制人、先敌开火、先敌歼灭的超视距打击能力。当日本还试图用几座岛礁上的亚音速反舰导弹把第一岛链变成封锁我们的锁链时，中国直接就把10座移动的具备高超音速打击能力的海上堡垒推到了西太平洋的深水区。这不仅是在战术上实现了降维压制在宏观战略上，它直接宣判了冷战时期遗留的第一岛链封锁体系的物理破产。中国海军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大家是否还记得此前由055遵义舰率领的远洋编队直接深入到了澳大利亚周边海域甚至在距离悉尼仅150海里的塔斯曼海进行了实弹演习，并完成了对澳大利亚大陆的环航。整个过程中中国的编队始终在国际海域航行，合理合法地展示了航行自由对企图干涉台海的域外势力进行了极具震撼力的战略威慑。同样，南昌舰在西太平洋随辽宁舰航母编队训练时，面对2艘试图大角度穿越编队挑衅的外国军舰，南昌舰单舰前出，以1敌2，频繁机动改变航向，逼退外舰靠的不是口头协议，而是靠着强大的舰艇机动性能、雷达火控锁定和官兵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绝对战斗意志。日本高市早苗政权不断作死，试图把台湾问题与日本存亡挂钩，妄图通过扩军修宪重温帝国旧梦，但他们没有算明白最关键的一笔宏大账单当美军连中东的非对称武装都无法快速抹平，甚至不得不在红海防空作战中暴露其防空反导体系疲态时，当美国特朗普政府在防务上对盟友越来越强调算账，甚至可能将日本推向对抗一线的杀伤趋势，华盛顿凭什么会为了一个距离中国大陆仅几百公里、毫无作战防御纵深的与那国岛，去和一个拥有10艘055大驱、成建制高超音速武器群以及全球最大最完善工业制造体系的超级大国进行正面对抗？历史的残酷往往在于，棋子只有在被吃掉的那一刻，才会惊觉自己根本不在棋手核心保护名单里。日本现在疯狂地在悬崖边试探，试图通过强硬的防卫白皮书和9万亿日元的预算来博取虚假的安全感。最后大概率会发现自己不仅成为美国战略转移的垫脚石，连做大国博弈缓冲区的战略资格都已经丧失殆尽了。日本的这一波军事扩张
反而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最完美且具备绝对法理正当性的历史窗口。借着反制日本挑衅、打破围堵的契机，我们不仅能够顺理成章地将海空战略打击力量常态化，推演至台岛以东、西太平洋深处，更能粉碎任何台独势力以外谋独的幻想，将所谓的第一岛链彻底砸碎成太平洋底的废铁。关于这个被高市扫描强行推入死局的东亚地缘博弈呢，我想把问题抛给屏幕前的各位啊，你认为日本这种靠着堆砌纸面防御预算透支国内经济来强撑的军事大国化，在彻底摆脱了中国基础原材料供应链后，这具失去血液的战争机体还能在055大区的炮口下硬挺几年呢？他们那些宣称2030年才能部署的导弹，还能等得到下生产线的那一天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硬核推演和数据分析，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是五人，我们下期再见。